20世纪30年代，湘西沅陵大山深处，由于土地贫瘠、穷山恶水，这里的男人都娶不起亲，都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为了延续香火、传宗接代，只好从山外租回女人，借母生子。这一奇特风俗被称为扭花，而那些被借来借去的女人就被称为扭花女。她们一般会在租客家住1年，生下孩子再回到夫家。婉儿就是个扭花女，不过她是最后一个扭花女。她赚扭花钱是为了给自己那个得了痨病的丈夫买药治病。在牛子伯的带领下，戴红盖头的婉儿坐在简易的轿子上，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前行。扭花女之所以盖上红盖头，是为了不让他们知道回去的路，防止女方收了钱后偷偷跑回家，这是扭花的规矩。终于到了村口，进山5里路只能自己走，这是老规矩。两人坐在石头边上歇歇脚。聊天时，婉儿从那牛子伯口中得知自己要配的是一对兄弟，瞬间脸色大变。自己并不想和两人同房，她希望牛子伯能换一家。可牛子伯交代她，做扭花女有扭花女的规矩：第一，不能重情义想家人，免得半路跑回城；第二，不能重情图眼前，免得前后都不对，左右不是人。婉儿当然也知道，可婉儿丈夫已经收了钱，行有行规，不能毁约。婉儿只能含泪答应。牛子伯还在树上刻下了一个人字，代表着婉儿的到来。婉儿来到河边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，思绪早已飘到自己的孩子身上。突然一声枪响，迎面划来了一名男子，样貌端庄。他用竹竿轻轻挑起手帕送给婉儿，而后撑杆离开。傍晚，婉儿终于到了主家，蒙着头坐在床上，默默听着兄弟俩跟牛子伯交流，这才知晓老大叫卢大，老二叫卢二。这时门外又来了一个男人春牛，他来讲理，钱是自己先交的，却把女人送到了卢家。他不服气，牛子伯只好劝说，这段时间牛子叔再给你扭一个更好的。可春牛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卢二见状，直接用猎枪对准了春牛，春牛只好作罢。送走牛子科后，卢家兄弟拜着父母牌位，祈求早日有后。兄弟俩约定以杀戮为计时，轮流去卧室同房。因为卢大是长兄，所以第一个同房。卢二则满怀期待守在沙漏前。卢大端着淡汤来到婉儿卧室，他让婉儿喝下，自己也掀开了婉儿的红盖头。婉儿这时发现卢大是自己河边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，二人互相对视，互生好感。看到肤白貌美的婉儿，卢大激动地直吞口水，让婉儿一个慌张打翻了碗。卢大轻轻拨开婉儿打翻的碗，小心翼翼地脱掉她的鞋子，抱着婉儿去了床上。婉儿也很主动地引导卢大。很快沙子流光了，可卢大的初次尝试并不成功，两人索性聊起天来。婉儿说出了自己的心事，卢大听完后对这个女人的遭遇非常同情。很快沙漏时间到了，婉儿祈求卢大，我能只跟你一个人睡吗？卢大没法答应，毕竟是他跟弟弟一起出的扭花钱。此时弟弟在楼下不断的敲打沙钟，给楼上的大哥提个醒。卢大只好拿起衣服，头也不回的出了门。看到哥哥出来，卢二便兴奋的上了楼。跟成熟稳重的大哥相比，卢二鲁莽草率。婉儿不想伺候他，看到角落里有一只蜈蚣，便故意让蜈蚣刺破自己的手指。卢大闻声跑上了楼，看到婉儿手指泛红，卢大细心的把毒给他吸出来。卢二看着二人如此亲密，卢二有些不乐意了，大哥你小心中毒啊。由于婉儿受伤，卢二接下来的好事自然就无法再继续了。婉儿也正式在卢家定居了下来，她勤劳能干，帮兄弟俩把整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。而卢二这边一直心有不甘，经常干活时偷跑回家，百般对婉儿示好，想跟婉儿亲近，可婉儿就是不搭理他。但卢二并不死心，自己也花了钱，凭什么好处都要给大哥，自己只有观看的份。出门干活时，婉儿给卢大准备好了烤山薯，却不给卢二准备，这让卢二愤愤不平。男人们在树林里砍树，牛子伯跟卢大说，人家来是要做扭花，可不是来做堂客的，言下之意要他和弟弟分享。卢大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他只是同情婉儿。回到家，卢大依旧故意支开卢二，说婉儿刚生完孩子不久，希望让他先把身子休养一段时间。可卢二并不这么想，既然他们兄弟俩花了双倍的钱，就没有理由让婉儿闲着。这天婉儿在家洗着澡，正感叹自己命不好，却听见一声枪响，原来是吴二借故回到家，扯住婉儿就要用强。关键时刻卢大及时出现，制止了他，卢二愤然离去。隔天，婉儿在一个草棚子里发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男人，他把那人藏了起来，还细心照顾着。卢家的两兄弟依旧因为婉儿有些僵持，不过卢大已经开始做出让步了，他不想接过婉儿的东西，婉儿只好把东西给了卢二。村里贴了告示，有红匪逃亡，窝藏者都要杀头，还有征兵告示，入伍可以得大洋。卢二看着征兵告示，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。
这天婉儿到山上采草药，一些虫子钻进她衣服里，眼看四下无人，婉儿直接脱下衣服找虫子。这一幕正好被树上掏鸟蛋的罗儿看见了，便色眯眯地盯着她看。没想到下一秒，二流子春牛就冲了出来，欲对婉儿图谋不轨。罗儿赶忙下树冲过来，赶走了春牛。经过这件事，婉儿对罗儿的印象稍微有了改观。婉儿此次进山采药，是为了给那个受伤的男人治伤。男人醒了，告诉婉儿自己叫罗武庚，卖货的。可婉儿能清楚地记得他是红军战士，原来去过他们村。罗武庚又问：那你怎么在这儿？婉儿一脸无奈，随后便回家做饭去了。听罗儿说卢大要外出放牌，个把月都回不来。婉儿得知后便收拾行李去找卢大，但在村里放牌，女人是不能上的，否则就会牌毁人亡。可婉儿根本不管这些，跟到了牌上。卢大的冷漠让婉儿起了怀疑。他问卢大出去过那么多次，见过的女人多了，是不是瞧不上我？卢大却说当然不是，只是兄弟俩共用一个女人，他不谦让恐怕是不妥。婉儿想让卢大带自己下德州，他说你再用下德州的钱给卢儿扭个新的，卢儿就没话说了。眼见卢大犹豫不决，婉儿便在船屋中默默解开了自己的衣裳，表明心迹。卢大见状控制不住自己，也走了进来，开始缠绵。此时卢儿站在岸边远远地看着，没有出声。想起过往婉儿对自己的种种，卢儿开了一枪，这才惊醒了意乱情迷的卢大。失忆的卢儿来到牛子伯家，任凭牛子伯好说歹说，卢儿也只有一句话，反正人家也看不上我。夜里兄弟俩坐在一起敞开心扉，卢大说出自己要外出放牌的事，好成全他俩。没想到卢儿开始反对他这么做，因为他知道哥哥和婉儿是真心相爱，觉得应该走的是自己才对。说完便拿出一把匕首，让大哥把他给阉了，自己就没有了念想。说完后脱了自己的裤子，卢大接过刀把卢儿的裤子穿上，紧接着他说道：明天我就跟春牛下德州了，你要懂得疼惜女人。屋子里婉儿把鸟蛋煮了，给罗武庚送了过来。罗武庚得知婉儿是纽花女时，便劝说婉儿当纽花女没出路。婉儿无奈说道：我们当纽花女为的就是养家糊口，不当没活路。罗武庚说等我伤好了就带你走条好路。可就在这时，卢家兄弟回来了，他们听见有声音，无奈之下罗武庚走了出来。婉儿谎称是早些年卖山货认识的，卢大很善良，他让婉儿拿白酒给罗武庚擦伤口，还告诉婉儿卢儿是真的喜欢你。婉儿只好应下。第二天卢大就下德州了。晚上卢儿准备好了酒菜，想让婉儿陪自己喝酒。婉儿本想躲，却被卢儿灌了碗酒。婉儿知道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天，于是两人就这么喝着酒。婉儿知道卢儿的心思，便故意灌他喝酒，直到卢儿不省人事，婉儿算又躲过了一次。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卢大，希望卢大早日归来，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河面上天降大雨，村里放牌的队伍遇了险，竹牌七零八散，春牛捡了条命，卢大却不知所踪。在这茫茫大河里，婉儿痛哭流涕。他知道卢大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到了家里，卢儿又想对婉儿动粗，罗武庚就在这时出现，阻止了他。罗武庚对纽花这种习俗本就不认同，他认为这种习俗太封建，是在侮辱妇女。卢儿当然也知道，但是为了卢家有后，眼下就最好的办法了。婉儿也渐渐想明白了，无论怀上谁的孩子，反正都是卢家的骨肉。他现在只想尽快给卢家生个孩子，然后离开这个伤心地。晚上他就领着卢儿来到了卧房，可刚想做点什么，婉儿就突然想起自己月事来了。这一夜又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因为婉儿一直生不出孩子，村里人都说她生不出孩子克男人，人们见到她就跑，一群孩子甚至唱歌谣嘲笑她。偏偏春牛却在此时欲对婉儿不轨，幸好罗武庚出现，再一次救了婉儿。春牛依旧对婉儿耿耿于怀，他说能牛到婉儿，自己愿意出双倍的价钱。牛子伯对他的话不以为然，春牛哪来的钱？可春牛却说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就能拿到钱。原来春牛告了密，带村里的人来抓罗武庚。情况危机之时，婉儿谎称罗武庚是自己表哥，可那些人根本不信，硬是要带走罗武庚，说他是红匪。就在这时，卢大出现，原来他被人救下，捡了条命回来。卢大担保罗武庚不是红匪，这才平息此事。看到卢大回家，婉儿一把抱住了他，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晚上几个人一起吃饭，卢大说，我能活着回来，全靠山那边的红军救了我。卢大也有了想把婉儿送回去的打算。得知告密的人是春牛之后，卢大找上春牛，他告诉春牛，我们把婉儿送回去吧，莫把亲人当仇人，我们以后也能堂堂正正娶上媳妇。原来春牛也是纽花女生的，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想要个女人。卢大当然理解，他们最开始不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可好景不长，村里人为了得到赏钱，把卢家举报给了镇上的白鬼子。白鬼子一到，就让卢大交出罗武庚，卢大自然不愿意，双方谈判不成，便展开了恶战。
卢二为了保护罗武庚安全脱身，便换上了罗武庚的衣服，冲了出去，独自一人吸引了火力。他跑了很久，却还是被枪打中。婉儿看着这一幕，泪流了下来。他抱着卢二唾弃着，表示愿意为他生个大胖儿子。可卢二最终还是死了。或许是看到了弟弟的惨死，卢大下定了决心，他和春牛一起加入了红军，参军剿匪。临行前，他让婉儿在家里等他回来成亲。婉儿默默答应了。卢大走后，牛子科传来消息，说婉儿的费劳丈夫重病去世了，她那几个月大的孩子最后也饿死了。婉儿彻底断了回去的念想，从此便一直守在小山村，等着卢大回来。可这一等就是几十年，后来才听说卢大杀了7个鬼子，英勇牺牲了。婉儿在这漫长的等待中走完了这一生。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痛，那个时代的女人为了生计，即便是结了婚有了家室，也要为别人生孩子。她们如同货物般任人挑选，虽无奈，却也只能默默接受。只服侍一个男人，是婉儿最后的倔强。而卢家卢大的疼惜，也让婉儿体会到了温暖。时过境迁，时代的恶习终将被历史碾压在车轮之下，这过程必然会有牺牲与苦痛，苦痛过后留给我们的就是希望。那么今天到这啦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